这是果敢同盟军突击队进入腊戌城区的画面。同盟军对腊戌是志在必得。7月10日一早，同盟军主力211旅联合部队再度对腊戌城南五堡缅军507营发动进攻，缅军则凭借有利地形不断开炮反制。虽然缅军前2天刚刚夺回507营指挥部士气正盛，但在同盟军猛烈的攻势下，不得不再次转入阵地防御。过去一段时间，腊戌城南五堡可以说是同盟军与缅军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战场。同盟军试图通过夺取507营获得一座城区战略支点，但是缅军凭借重炮和多年修筑的工事全力固守。然而这次同盟军突击的重点是腊戌东南侧的七堡，附近有缅军912营防守。经过前几天的较量之后，同盟军211旅已经拿下了七堡外围的腊戌水库制高点。7月10日清晨，同盟军211旅突击队顺势而下，在无人机的掩护下突入七堡，与缅军展开巷战。巷战一度进入白热化。由于缅军营地面积庞大，而且弹药物资储备丰富，双方一直持续对攻至11日凌晨，枪炮声才逐渐稀疏。这就是同盟军猛烈围攻的缅军912营直观图。这个营占地1平方公里，分为多个片区。即便同盟军攻入一个片区，缅军仍然可以据守其他区域，负隅顽抗。另外，东北侧12堡的海嘎片区也是枪炮声不断。与此同时，腊戌西北侧老象山至火车站一带，同盟军311旅与缅军也进行了多轮较量。同盟军占据一定优势，双方炮火都十分猛烈。该片区一直是缅军司令部西北侧的防御重点。过去数十年，缅军为了防范缅北明第5从西北或北侧来袭，布置了连片堡垒，因此同盟军311旅想要突破并不容易。老象山和腊戌火车站都属于腊戌西北侧的9堡片区。腊戌火车站建成于1905年英属时期，至今已有120年历史，是缅甸铁路网在善邦东北部的尽头，也是腊戌作为善邦北部首府及交通枢纽的重要象征。买个那么喝饮料那么还咋是有带俘虏呢？而在腊戌西南侧卫星城镇向海，缅军68营阵地群被同盟军311旅全面攻占，俘虏了大量民团和缅军。同盟军实行优待俘虏政策，还请被俘的缅军喝饮料。而在另外一座邻近的卫星城美航，同盟军先前攻占了美航科技大学，随后缅军发动的一系列反攻，据说还动用了无人机伏击同盟军。腊戌北侧的河北同盟军611旅也发动了多轮进攻，腊戌周边的卫星城即将被同盟军全面收复。纵观目前腊戌战场形势，同盟军已将腊戌城南五堡和七堡的攻势形成联动，将来只要任何一方有所突破，缅军整个腊戌东南防线将出现溃败。而逐步拔出腊戌周边卫星城镇之后，腊戌已经是一座孤城，加上德昂联军在腊戌到曼德勒一线的攻势，缅军想要增援都鞭长莫及。同盟军在火力上主要有无人机和改进型107火箭弹配合地面进攻，步兵则使用火箭筒近距离轰击缅军阵地，突入城区后也是张弛有度。而缅军方面经过半年的巷战演练以及新采购的无人机加持，火力方面并不输同盟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腊戌缅军已经出现了空投军需物资的场景。按照这种状况，缅军在腊戌坚持不了多久，而同盟军已经对各级官兵下发了入城禁令，严肃战场纪律，恪守群众纪律，进一步表明了拿下腊戌的决心意志。另外，腊戌以东的当阳方面还传来一条重磅消息，瓦联军车队悬挂瓦联军军旗，直接入驻了当阳城区，给出的理由是维护佤邦171军区广大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也就是说，当阳是南佤171军区司令魏学刚一系家属的聚集区，所以佤邦出兵保护家属，并且缅军没有放一枪一弹，直接撤出，将南木西至当阳、南堡至当阳的区域管辖权拱手交给佤邦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当阳盆地都会被佤邦接收。届时，缅军善邦东部三角军区就只剩一条景栋到东支公路与下缅甸相连，南北佤连成一片，指日可待。另外有消息称，佤联军和缅军之前在当阳合开电诈园区，佤邦入主当阳是为了保护当阳的电诈产业不被同盟军打击。对于这种说法，希望佤邦能用实际行动回应各方关切，缅北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